都说天意难违，可我偏要一试到底。混元金道，开！围斩世间不公。劫波往复，巡天术，洪荒漫漫，劫不休。天道，这一次我要和你斗到底。此仇此恨，我杨戬至死方休。老子数到3，直接杀他个片甲不留。我道门何时收了你们这群沆瀣之辈？别光说千万一战。事已至此，莫怪贫道心狠。妄动因果，坏我西方大兴之机缘。死！还以为你们去做什么了，竟然是去喊帮手，我就先杀了你。道友，我们不如玩一个把戏。你看，我拿出一部分善念，你拿出同等的恶念，让他们……谁跟你玩把戏？来吧，给我一点你的恶念，我给你演示一个很有深度的把戏，一点就够。配合下嘛，真的很有趣。哼，滚！现在只差哀之化身，或许我可以设法逗他开心，进一步弱化哀伤的情绪。退步掉了。
虽然知道你们不是为了我，但我还是因你们产生了点不该有的念想。只是既然最后都是虚假，为何要有开始呢？我怎么这么悲惨？贫道号长庚，人教弟子，天庭水神，能与你相识，引为道友，共成今日之事，相助大德后土，三生有幸，不胜荣焉。我是众生赋予后土的爱情，我既是后土。你们俩等着，以后我见你们一次，打你们一次。大姐姐，谢谢。保重。放开我，你这怪物！多有得罪。你等着，等我有机会，定要把你头发剃光，头上刻个绿毛龟。后土之德，天地共鉴，请后土娘娘归位。大德后土，务实传顺，众生感业愿，永世不绝。若前辈担忧七情再度生乱，晚辈愿借玄黄塔一缕威能，助前辈守护七情。多谢。昔年我身化转生盘，便是抱着苍生大爱之情，制定此地转生细则时，更是抱着对罪恶的憎恶之情，和对善良的敬仰之情。若要我斩断七情，世间便再无转生盘，再无六道符。若无情，便无我。众生之苦，我来背负；众生之怨，我来承受；众生之恨，我来忍受。我自身之哀、恶、欲、喜、惧、爱、怒，为何不能由我来包容？以后要乖哦。无情便无我吗？我本以为身为天道法器，理应摒弃七情，方可做到公允。然后土拥有如此包容万物的大爱之力，竟令我也产生了几分动摇之心。大德后土，贫道受教。
这水神可太厉害了，你斗不过他的。哼，到底是我疏忽了，毕竟我还有10层算计。主人，你厚脸皮的境界可更高深了。少啰嗦。这便是七情失控前转生盘所见之情景。那是修罗族12品业火红莲之莲子，看来是修罗族用红莲莲子污染灵藤，想以此谋害娘娘。修罗族一向听命于西方教和陆亚，七情生乱的时机，又恰逢玉帝历劫转世，此番极可能又是陆亚与西方教的毒计。后土前辈放心，此事晚辈定会追查到底，不让六道府白白遭难。有水神作保，我自然安心。只是为护玉帝神魂，王母神魂亦有所损伤，且从未有过神魂进入转生盘而不入转生道之先例。稳妥起见，王母神魂也需随玉帝一道下凡。有劳后土前辈。晚辈还有一事想与后土前辈、判官及乌牛、乌马2位元帅商议。水神请讲。天庭出力，正是广纳良才之时。玉帝陛下此前就有意招揽六道府，此番王母亲送玉帝神魂下凡，亦是为了此事。只是，眼下王母神魂已随玉帝陛下转生，龙吉殿下需坐镇天庭。便只好由我来带玉帝陛下与王母，问问诸位意思。六道府并入天庭体系，就能得天道之力庇佑。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判官意下如何？六道府巫族能得天庭赏识，实乃幸事。只是，判官可是有什么顾虑？六道府并无顾虑。而是巫族还有一支血脉，自巫妖大战后便退居北周苦寒之地，同族水深火热，我心中一直挂念。不知六道府归天后，可否请水神对北周巫族也施以援手？这并非难事。玉帝陛下与王母归位后，我会及时禀明前辈心愿。多谢水神。如此一来，六道府顺利上天。天庭就得到了巫族这一大助力。又失败了。地藏邪他那坐骑谛听遁入3000世界，还说什么追寻大道。西方教已指望不上，不必再白费力气。此番天庭必然有所警觉。你去告诉手下妖族，继续监视水神，其他不要轻举妄动。大德后土单独将你留下，可是小师叔下凡历劫之事出了差错。有劳大法师与诸位前辈仙子挂心。玉帝王母无碍，是大德后土为表谢意，赠予一门8九玄功，让我道门3教同享。8九玄功乃肉身修行第一法，大德后土有心了。玉鼎真人对8九玄功的评价颇高，日后他的徒弟杨戬修习的也正是此功法，不可谓不是缘分。稍后我亦可将此功法传授于熊灵力，助熊灵力精进修为。水神老弟，怎么领了功德还这么闷闷不乐？大德后土为众生牺牲自我，化作6道转生盘后，却又不断承受众生反噬的痛苦。这看似美好的3界，多数人的幸福，却需少数生灵去承受痛苦。想来便让人感慨万千。这大概也是大德后土拜托我们帮忙收束七情的用意所在。弟子有一疑问，
想请大法师与诸位前辈仙子解惑。但说无妨。道之一事，可有对错，可有正逆，可有善恶，自是没有的。但道为生灵所修，生灵却有对错，也有善恶。大道3000，亘古迄今。然生灵修道为何？又会将道修往何方？却因人而异。终至道途不同，故道所显，随人而变，随人心而至。道本不变，却因生灵恒变。能否有一种道，可均衡生灵之变，使大道恒长？乌俗迎风变，虚怀玉物轻。千钧将一羽，轻重在均衡。长庚道友这时悟道了。道基圆满，道心无垢。长庚这么年轻就能悟道至此，来日前途不可限量。七情之爱的后劲也未免太足了，此前积压的悲伤全部反弹了回来，悲伤那么大。后土之事证明了，劫难并非是主观说躲开就已躲开，即便是实力如此强横的后土，也难逃算计。封神劫前诸多变数，我该如何破局，才能保全道门和人族？变数1，圣母女娲力保路亚。我想通过杀死路亚来改变封神大劫的计划，被迫搁置。变数2，洪荒里存在另一个蓝星人浪前辈，他也知道封神大劫的未来，无论他对于大劫的态度是什么，都极有可能影响到我的行动。师兄，你听说了吗？仙都大法师生孩子了，那孩子就在天庭。是，这可是人教的大喜事。据一位不愿表明身份的仙界内部人士透露，大法师修行阴阳大道时，往太极图上一坐，天地交改，然后就文字经3000遍。弟子实在不知竟有这般谣言，还请大法师恕罪。我自逍遥自在，何惧闲言碎语？婶婶，恭喜你们人教大法师喜得贵子啊！男人生宰相真厉害。误会，都是谣言。谣言。长寿邀我前来，就是为了看这些小惊喜吗？不，弟子有件事需要与大法师商议。如今天庭急需人才，更需要值得信任的人才。我们或许可以引荐人教仙人加入天庭。师父，这是大法师赐下的增寿酒，能增寿元，提修为。哦，对了，这酒还有护肤养颜之效。师父。师父步入真仙境，便可以上天庭任职了。我突破到真仙境了，我修到了仙生巅峰。实力不够的，
就把蟠桃弄成酒送给他们，保留营养风味的同时，加速提升修为。师妹师叔也快来尝尝吧。酒，小九要喝酒。上天庭任职。师父，不久前天庭发布了强兵计划的招募令，弟子自作主张将您报了上去。今日天庭要召您上天，封您为山神。我？啊？师父，是我。长寿，你怎么？嘘！师父，弟子这具化身的身份是玄都小法师。你以后遇到危险，就报这个名号。啊？咱们人教大法师乃是天地间有数的大能，你这外号岂非故意沾光？这名号便是大法师给的，方便弟子为咱们人教做事。弟子如今已能照顾好您与师妹。接下来恕弟子不敬，你我也道友互称，若您跟弟子的关系暴露，恐会招来祸事。殿下，我在水神老师那里上课，带老师走一趟。奇缘道友随我来。道友当真好福缘，能得水神老师举荐。您是？啊，忘了说，我父亲是凌霄宝殿中的天地主宰，母亲是瑶池仙手，他们这才称为一声殿下。凌霄主宰，瑶池仙手。那不就是玉帝王母的女儿亲自带我走后门？不是走后门。按照水神老师的话说，应该是内推，道友符合天庭招人的标准。是这样吗？能得水神举荐，道友定是人教高卓贤，定是高品性之良才啊！多谢道友。不必客气，我乃东木宫水神好友，今特来送道友上任。东木宫，天庭南仙之首亲自送我上任，这后门都快走成正门了吧？我这就上天庭做山神了，辖区还在渡仙门这儿。长寿，你跟这个水神很熟吗？弟子就是。啊！天庭重臣是你，龙姬公主的老师是你，东木宫的好友是你，玄都小法师也是你。那大法师的私生子也是？不，师父，你听我解释。如今接连收复龙族、巫族，天庭已有崛起之势。只要天庭能提前大兴，就无需再通过分封神位来壮大自身，大劫就不会落下。天道有感，神位已现。今有大德后土主持六道事宜，统辖天与地之沟通，列二阶镇神之位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与天庭之间仍需要掌握好尺度。我可以成为天庭的臣子，却不能成为被天庭操控的棋子。这位人教弟子真是了不得呀！龙族开路，巫族相随，天庭怕是要出现一位新的权臣了。
来大德厚土之事，令你感悟良多。你的大道快要凝成了。我只是刚刚触及道的边缘，要修成大德厚土那样的大道，还差得很远。哟，这小子还挺有自知之明啊。厚土之大爱，实属可贵。似他这般先与天道而生的生灵，天性与道相近，对凡俗情念一知半解，探寻大道尚且需要漫长岁月。若非心存一腔孤勇，又何敢耗费光阴，演化七情？仙子也是先天生灵，不知仙子是如何找到道心所向的？我诞生之初，本是天地间第一缕云彩。当我睁开眼的那一刻，我看见天空与大地分离，混沌的浊气缓缓退去。缥缈云雾冉冉升起，晨光是我，微风是我，朝露是我，万灵同类，混元而生。我想，那就是我要追寻一生的道。仙子笑起来当真好看。我搜肠刮肚，还想吟诗作赋应应景，却发现自己所知的那些诗词，抵不过你美的半分，只能用这般一句好看来夸赞了。今日你怎的多了这般言语？常听人说，先天生灵以道性居多，修行越久，越是忘情灭性；而后天生灵则以人性为主，实力越强，越会彰显私欲。仙子觉得，道性与人性，孰轻孰重？道性与人性，本就是此消彼长，自然需坚定道心。我却是一个俗人，我以为道非本我，性为本真，人性恰恰是生灵的本心。舍去本心，何以寻得真我？须知本心本性，得名造化道生。云霄受教了。果然，如果云霄仙子真能断绝人性中的情念，又如何会在公明前辈死后，以身入劫，替兄长报仇，最终落得那般惨烈的结局？别吵，别吵，嘘，还能听到些声音。仙子，你可想过，若你我结成道侣，会是哪般情形？怎的突然说这些？我与你此时只是相熟，虽彼此有心意，但此路漫漫，言之过早矣。但你我只需平日里多见多言，自会快一些。我也想与你多见。那我们每500年见一面，可吗？500年，关在五指山的猴子都能熬出狱了。这就是先天生灵和后天生灵在时间观念上的时差吗？这枚落宝铜钱，还请仙子收下。你我之交，本应淡如水才是，怎的还要赠我灵宝？此物放在仙子这里，我最安心。倘若封神大劫避无可避，有了此物，或能帮公民前辈挡灾，
降低云霄仙子入劫的因果。我知你有你的缘由，你不便说，我便不问。此物于你，而今强敌环伺，叛此仙云，护君一程。这……亲赠一缕青丝，我还一份因果。那仙子，500年后见。大家把什么给他了？啊，我们该不会要多出个姐夫了吧？嗯。难怪那家伙喊我就是前辈，喊云霄师妹就是仙子。让我看看这小老弟打的什么鬼主意。你们仗着法宝如此窥探，难道不怕云霄师妹教训起来？大姐应该还在好感境。好感境是什么？修成道侣的几个境界呀？好感境、心动境、升温境、热浪境、姻缘境。姻缘境若大成，愿意为对方奋不顾身，不顾因果，那就是道侣啦。能得大妹欣赏已经很难得了，要想让不食人间烟火的先天生灵为一个人奋不顾身，水神老弟任重道远呐。顺其自然，且看后续吧。师兄真是的，一定要让我带这么多东西吗？咦，下山修行不快乐吗？出去有那么危险吗？天还能不是这片天？师傅，师兄，弟子这就出去闯荡了。我要修成真仙，我要下山历练。这么突然吗？师兄，师傅都去天庭了，我也要去。我最近几年修行遇到了一些瓶颈，始终无法突破。师傅说是我总待在小琼峰，日子太过安逸的缘故。师傅说的不错，只有在险境中磨练自己的意志，才能增长道心。人族生存权并非生而就有，我辈至今日是前人用性命拼回来的。等你下山就明白了。这么说，师兄是同意我下山了？我会交给你3个任务，限期3年，完成之后，想必你也应该突破了。为师是不是该跟上去，护灵儿一场？师父，师妹不是任何人的依附，也不是小琼峰的一个摆件。
他应该去了解，天地不只是眼前看到的这些，人生的选择亦是多种多样。那时，他才能开辟出自己的道。蓝天白云一成不变，青山一如门内中风。但一眼望去，总觉无比壮阔。这就是外面呀，真美！救命啊！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你逃不掉。把宝材都交出来！这不就是师兄的教学案例吗？安排的太明显了，完全在侮辱我的灵智水准。多谢恩公，还请恩公救我救到底，我愿当牛做马。竟还有隐藏试题，弱者绑架。不必啊，若这般都逃不掉，你不会想碰瓷我吧？告辞。这次解决的不说完美，至少也算优秀吧。师兄见我行事这般稳妥，应当能放心了。好不容易下山，得给师父师兄买点东西。不过零食不多，得省着点花。小妹，你就是赌气外出，也不能不带盘缠啊。这是大哥命我送来的，当街送零食，这么突兀又直接，不像是师兄安排的。大姐姐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家中只有一位兄长，并无其他姐妹。啊？警惕性挺高，不会被灵石骗走。小妹怎么还在说气话？啊？敖乙怎么直接放水了？哎，也罢，毕竟是我失策，忘给师妹多备零食了。我家穷得很，大姐姐接近我，究竟是何居心？啊？单一个吻字能说明什么？师兄外出都用纸人，但他根本没有纸道人特有的气息。更重要的是，小琼峰的月宫都被师兄拿去换药了，怎么可能有鸡仔？我竟不知长寿兄生活得如此窘迫。其实并没有，毕竟身兼数职。灵娥道友，长寿兄特意让我追来，除了是送零食，还想考教你的警惕性。敖乙，真是送零食？不，师兄行事素有深意。有诈！这里真没有。这里一定有诈。不了，我带了零食。长寿兄所托，请务必收下。我尚有任务在身，告辞。稳，确实很稳，但稳稳的押错题了。师妹，师兄，我确实忘了给你多备些零食，所以才……我不信，你怎么证明你是我师兄？某人一日沐浴最高纪录是12次，13岁被蛇咬了，哭了3个时辰，17岁。你这段时间的表现我都看到了，你已经有能力去完成历练。这次我不会特意安排什么，也不会出手干预。接下来的路，你要自己去走，去看，去经历。心有不定时，可抄稳字经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。唉。
前往南州边界，诛杀100头真仙境修为的妖兽。真仙境，也就是和99师叔差不多的修为。正面打我可是一个都打不过，100个。师兄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啊，这里就是南州边界了。人族生存权并非生而就有，我辈至今日是前人用性命拼回来的。身为人族炼器师，我亦当为此地人族尽一份责任。半年时间过去，附近的妖被吓走了大半，短时间内不会再来。疗伤药方还有灵石也都留给了村长。历练任务已经完成，小兰姑娘，这就要走了。小兰姑娘，晚上来沈家吃饭？不了，还要准备明天用的药材。那你多注意身体，别累着。哎，若是能学到些仙人法术就好了，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兄弟没了。等我再长大一点，就去仙门拜师，修习法术。到时候我来保护家乡。为何不舍弃村落，退到后面的城关？若我们退，妖兽就向前追，那样死的人更多，而更多妖兽也会闻讯而来。我们再怎么跑，能跑得过妖兽吗？朕有祖训，便是俱为妖兽所食，亦不可将人族之土拱手相让。人族起于微末，一路百般艰险，左右尽是凶恶，但凭着这股不屈之意、自强之心，方有人族代代不息。道心似乎圆满了一些。天劫这么快就来了！师妹的天劫到了，灵娥护卫纸人军团出击！师兄，此地已布下12座防偷袭微型阵基，渡劫所用之物一应俱全。最后的底牌，9转金丹。我从老师那里求来2颗9转金丹，一切收好。撑不住了再吞，这是本命啊！不过也无需太过紧张，你的道基稳固，渡劫成功率还是有98%。师兄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？
确认过眼神是拒绝不了的雷，但我只是在天道认可下总结渡劫经验，利用太清丹道帮师妹做了一点点渡劫准备。凭什么挨批？为什么被罚？怎么就……且慢，吻字经。谁能想到罚他抄吻字经抄多了，抄出一条大道啊！这波只能认了。感谢天道老爷百忙之中赶来训诫，弟子甘愿领受责罚。天罚，小琼峰何以会招致天罚？长寿，给你找补的借口，我实在编不出来了。师兄，9天速灵劫，凡度过此劫者，将来必有长生之资。等下，师妹要受9道天雷，我不会也要受9道天罚吧？无妨，莫要分心，专心渡劫。轮转，天地井然。天劫是命数，也是机缘。我准备好了，来吧。准备好了，来吧。我也准备好了，来吧。还有3道天雷，就能成仙了。苍天啊，还要挨3道天罚！还有最后1道天雷，让天雷劈得更猛烈些吧！猛烈个鬼啊！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一定要渡劫成仙！渡劫就渡劫，还敢玩硬闯天雷耍帅的桥段，文字经还是超少了。我成功了！师兄说过，大道自生，非灵而动，非信而往；自道由心，非天地生。为正为本，却不知我道为何。
师妹已抄写文字经入道，飞升真仙了。师妹这天劫渡的，真是费师兄啊！小家伙，护着你收完天罚，我和你涂老大得回去了啊！太清老爷这么久不和我俩唠嗑，你一定老想我们了。哎，我讲许多，太清爷说来得才浓。多谢二位前辈。走了。师父已受封山神。师妹也顺利渡劫飞升真仙，可自行继续历练。幸好有掌门为我掩护天罚之事，我也该继续去南州寻找玉帝王母转世身的下落了。卖包子嘞！公子今天起来晚了呀，就等您了。公子请品茶，这是刚来的高级货。公子好久不来我们这里了，可想你了。哎呀，昨晚在戏楼玩得太晚了，还输钱了。今天起来这个腰酸背痛，来，我给公子按摩下。你给我挠痒吗？重点儿。是。不够。再重点儿。没用的东西，快，再给我用力，用力！公子，太重了。人皇归于火云洞后，南州涌现出众多凡俗大国，有秦国在其中实力较强，又是门内供奉的主要来源。最近有秦国阙州城遭到袭击，掌门命我带门内诸位弟子前去平乱。有妖兽作乱？就地格杀！是。那难道是五色神光？乃日，可他身上没有任何阳刚之气，也没有半点阴柔气息，阴与阳在他身上仿佛完美相融，
此人现身时，那一手挪移神通，已是显露出非凡的道境。他杀了多少人？道有何意？了断因果，要么本座杀了你们所有人，要么你们说出他杀人几何，本座去救对应数目的人族，如此两不相欠。别开口，惹不起。出来！地下那个人，他竟能截获我的传音！孔雀乃天地间第一只孔雀，身上有元凤血脉。他第一次现世是在巫妖大战时，据门内记载，神鸟孔雀自南而来，张口吞人食妖，以此玩乐。后因杀孽太重，惹来天罚惩处，又被大法师现身击败，送归于南。只是不知孔雀后来为何会参与到封神大劫中。但他的五色神光之下，杨戬、哪吒皆非其敌，燃灯路压尽数败退，最后还逼出了圣人法相。这实力完全就是三教大师兄级别的。三教大师兄？有办法了。玄都小法师，刚刚传音给我的不是长寿师兄吗？高人在场，今日万万不可轻举妄动。若我推测不错，这位高人是天地间有数的大能。贫道玄都小法师，这几人都出自我人教道成，还请道友手下留情。小法师，你与玄都大法师是什么关系？同门。有何凭证？他近来还好吗？你所猜不错，本座便是孔雀。前些时日，本座这侄儿血脉暴走，神智失守。本座闭关醒来，一路寻到此处。他应已吃了一些人族，说个数量，本座去救了人，再来与你交谈。杀人、救人，本就是两码事。昔日本座亦曾吞噬10万人族，又如何？其后妖族为练陆无剑，欲灭绝人族，本座出手护住100万人族，偿还了因果。业障功德即可抵消，杀人救人为何不可护抵？所杀所救，可是一人。天数昭昭，增减护抵。所谓吞食者，哎，君雅，少说两句。此药为祸凡俗，已吞食数10人。哼。这是几天前被妖族所擒的血石，10倍奉还。君雅，你可是这位孔宣道友的对手？不是。我也不是，忍忍吧。
你这小法师，倒也是个妙人。对了，你家大法师，可曾提取过我？实话实说，会不会惹恼这位定位模糊的洪荒狠角啊？我跟大法师同处的岁月不长，但听大法师提起过那么1、2次。他都说什么了？您到底是男是女啊？这个问题不搞懂，总觉得事情会变得非常之刺激。道友，涉及我家大法师清誉，恕我多嘴。您道号写作萱草之萱，还是宣告之宣？问本座属阴属阳，直接问就是了。刚才还觉得你直言直语，性情不错。本座此时尚未决定阴阳归属，若非他当年避而不见，我或许已做出抉择。这都行？今日终究是我凤祖之过，此乃传信玉符，本座随时可偿还人情。与大劫牵扯之人相继现世，只怕大劫不远了。这次应该有效了吧？接下来就该继续寻找玉帝王母的转世身了。你看看嘞。少爷呢？在这儿！快救少爷！话有明，你可是阙州城将军之子，怎么被这孔雀妖弄得这么灰头土脸？夏明霜，我好歹是英勇负伤，你身为城主之女却龟缩在后，怎么好意思说我？殿下，适才异象出现在南州有秦国。昊天，这次我一定让你归不了位。恭喜老爷！你这没出息的逆子！今天就谈到这儿吧。莫要累着了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是，少爷。华少爷，
您什么时候把莹莹纳回府中啊？本少爷听个曲儿，就要把弹曲的带回家。那爷来你这多喝几杯茶，是不是也要把你这茶楼盘下来呀？华少爷您别误会，小老儿只是……你听说了没有？最近阙州城来了位特别厉害的仙人。我知道，听说这位仙人早已得道，劝诫年轻人时脑后现出金光，还能让赌鬼改过自新，开始崭新人生。仙人还坐在花楼前讲了2天2夜的道理，讲完这花楼直接就塌了。花楼掌柜善心大发，允许花楼姑娘赎身离开。何止啊！这位仙人走过之处，死鱼变活，枯井生水。仙人席地而坐，就能地生花朵；抬手一招，就会引来漫天飞鸟盘旋。仙人还拜访了阙州城最有名的书院，一场辩论让几名老贤高呼老师，仙人自己却不记声名，飘然而去。哎呀，若能拜入这位仙人名下，可巧了。仙人说与阙州城有缘，要落脚在此开课收徒呢。仙人还说了，他不收学费，不收礼物，唯有一条，就是只纳聪慧灵敏之弟子。这么厉害，只纳聪慧灵敏之弟子，那不就是我吗？来了，真的来了，真的呀！人生太短，天地太大。吾心虽怀无限，然双足不堪用。本城人杰地灵，风景也是不错。吾愿在此逗留3年，教导7、8名弟子，而后继续远行，探究天地之边界。仙法讲求仙缘，吾之精力亦有限度，最先20位入门者可听我讲课。依据课堂表现决定去留。冲什么冲？敢仗着自己家里势力抢先进去瞎占名额的，少爷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去，后边去。你要打我吗，小明明？本少爷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出身富贵却大字不识的，能学到什么？不如将位置让出来，给那些真正读过书、学过道理的同辈，这样才能为本城培养出更多人才。一时不学无术，怎能代表一生便不学无术？那一时不得意，也不代表此人一生便无宏伟大功。华有明，你这般离经叛道，是要被华将军吊起来打的。哼，本少爷何惧之有？水神老师，不好了！这么多姻缘线，玉帝转世身，这都是哪儿招来的烂桃花？但玉帝历劫的命数由天道所定，我不好贸然干扰玉帝的感情生活。我能怎么办？总不能去华府当家丁吧？萧芷人探得华有明想学习仙法，我便学习蓝星的网红营销方案，在城内打响仙人名声，惹来各家追捧。接着放出要收徒的消息，引华有明、夏凝霜在内的诸多学子前来报名。好一个权贵贫寒之辩！这位公子如何称呼？
话有名，家父是本城守将，我今后也要做守护此地的将军。少将军，寒门也好，贵子也罢，来日能否造福一方，终究要看心性品行。随我来吧。至于去前20人听课，则7、8人教学，那当然是物以稀为贵，饥饿营销，才能彰显我这高深莫测的仙人身份。我只会教导你们3年，这3年能得多少，全看你们自身。你们想学什么，我便教什么。但我教什么，你们也要学什么，懂了吗？那我要学这世上最厉害的仙法。哼，仙法我自会教授，不过我只会传你们一点简单的困敌手法，比如操绳术。操绳术听起来就很糊弄人。贝子，你还不起来？这个夏凝霜还挺好看的。不对，以前我午睡，他往我被窝里泼水；我捉蟋蟀，他把我推进泥坑；我走路，他把我踹进池塘。他这么可恶，我怎么能觉得他好看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挺好看的。别误会啊，我是说你鼻孔里的那2根毛发。话有名。哎呦！生来往，莫管闲，先已故，难争先。欲不平，思自立；遭难事，须自省。诸位学子，不知不觉间，诸生同堂学习已有3年。入学伊始，有名与凝霜的贫寒之变，我便想教会大家：万物同处世间，高低本非定数，自不必分出贵贱。高者许会跌重，低者亦能登攀，要我们心存敬畏，却不曾告诉我们，若登攀者追名逐利，跌重者心生怨恨，届时又该如何自处？接下来，该由您自己来寻找了。3年期满，吾也该再次启程游历。临行之际，吾各赠诸位学子锦囊1只。若日后心有迷惘，可将其打开，也算全一场师生缘分。敢问先生名号为何？我啊，就叫穆清华吧。多谢先生3年的悉心教导。南州各地不断有异象发生，
想必是水神故意混淆视听，阻碍我们追查玉帝王母转世身的下落。太子，既然玉帝历劫为天道所定，妖庭一息仿教都不能明面上出手干预，那不如我们借些外力，比如凡人自相残杀。凡间硝烟四起，父王只身投军，当真无碍吗？玉帝陛下与王母的命数由天道所述，凶吉祸福，皆是注定要自己去历经的。大军压境，我们不能自乱阵脚。我会向城主请命，领兵迎战。是。但当务之急还是撤离百姓。撤离之事交给我。战场刀剑无情，我等你凯旋。踊跃用兵！今我阙州将士，誓与城池共进退。
机所显，父王母后此战为胜，为何会有清晨异象？不是阙州城有异，是整个有情国。有情国的国运要崩塌了。所有人，死守有情国！是。啊！有情国都城遇袭了。有情国有多大？去。是。太清圣人竟然也如此关注有情国之战，看来此战背后并不简单。这个玄雅，嘴里喊着什么？这是他身为有情国之人该做的。请门内在下决断时，勿考虑他的凡尘身份，就自己跑去有情国了。唉，血丫头，有情国为难之时，我们怎会坐视不理？你别太着急了，毕竟小九也跟了上去。哎呀，就是因为有小九在，才更让人不放心。掌门。有情国战场目前只是凡人之战，敌国背后的大仙宗还没有加入战局。按俗世规矩，我们也不可随意插手。我们抵达有情国，只是提供法宝、符箓相助，何来插手一说？况且，对方暗地里的小动作也不少。如此来势汹汹，道威仙宗恐怕另有所图。今日终究是我奉祖之过，渡仙门弟子拜见前辈，多谢前辈大救之恩。不必多礼，你们先去安顿凡人。玄雅，随我来。长寿师兄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事了？那明明是我们不能敌的存在。可玄雅觉得哪怕被打杀了，死在那儿，也该发出自己的声音，让施恶者得到惩处。有情师妹，你跟我还不太懂事时，性子简直一模一样。别愣着了，来坐。但现在的我已经变得跟大多数人一样，遇到1、2次磨难，会主动收起棱角，让自己变得圆滑，去思考自身所处环境，并逐渐被环境同化。而你，哪怕遇到了挫折，遇到了打击，也没放弃自己的坚持。有情师妹，其实我刚才想好了该如何说教你。我应该让你知道洪荒的险恶，让你知道，去触怒这种大脑，只是白白赴死。喊得再大声也扭转不了什么，还会连累门内诸位长老的性命。我想提醒你弱者的生存法则，提醒你做事要讲究方法。可话到嘴边，突然发现，我只是不想承认自己曾被环境打败，又去告诉一个敢去挑战环境的人，他必须跟我一样认输，如此罢了。听不懂吗？在夸你。师兄是说我很顽固吗？不，你这不是顽固，你只是有些头铁。我是化身在此地，死了也无妨。但诸位同门、阙州城的百姓，甚至整个有情国的存在与否，都在那位前辈的一念之间。如果有毒继续今天的头铁行为，迟早会给渡仙门招来大祸。
这就是你刚才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。粉碎。想到了什么？要讲究方法。你如果选择坚持心底的正义，该如何表达？如何才能让玉不碎，石轻移？有情师妹，你这颗侠义之心，比长生稻谷都要珍贵。但要记住，要将它用在合适的地方，它才能够绽放出更璀璨的光芒。所以，不要被人利用，学会审时度势，不成一时之勇，懂得有进有退。洪荒之中，是非对错反复交织，并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。为兄希望你能学会如何保护自己，保护身边的人，也希望你能保持这颗珍贵又高尚的心灵。今日是玄雅鲁莽，险些将各位同门置于险境。回去后，自当请掌门责罚。玄雅，你被夺舍了。玄雅，久久师叔，可是在挂念有秦国之事？入门时，本就应该忘掉凡俗种种。此时弟子凡心未定。是啊，玄雅，谁还能真的不管自己的生身父母？只不过你父母与其他人的父母不同罢了。师叔，我以为你是来拦我的。拦你作甚？都到这节骨眼了，能回去还是回去吧。放心，有我这师叔在，一定护你周全。师叔送我抵达有秦国之后，不必再。凡人之战，毕竟不适宜宗门插手，我不想让门内为难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怎么可能？各位道友何必着急赶路？道威仙宗的人，长老，道友若就地返回，并告知贵门掌门将有秦国这块地皮相让，我等自会将你渡仙门诸位送回。为了争夺仙门资源，一个中州仙门都跑到南州来抢地盘了。驯风！既如此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快去有秦国，这里我顶着。多谢师叔。母亲，人呢？这两人真叫人不省心。
王后，太子已殉国。我儿，天要亡我有情，我的孩儿，他还没有名字呢，我还没看着他长大成人，不能，不能，母后，我们活下去，一定要活下去。所有人听令，从后殿撤退。在那儿！你们被强化了，快上！援军来了！有秦国阙州城城主之女夏凝霜，有秦国阙州城将军华有明，前来救驾。好，好！有秦国主靠嗑药续命，强行做了数百年君主，虽因违反天道招致浑身业障，但有秦国百姓也算安居乐业。只是太清圣人的目的，究竟是让我保有秦国，还是保华有明和夏凝霜？虽然这二者之间并不冲突。不要放走有秦国半个魂魄，我要让他们求死不能。有秦师妹，先来我这儿。师兄，你怎在此处？有秦国之战背后有道威仙宗出手，师兄莫要涉险，还请速速离开此处。我有遁法，不必担心。不如咱们细细谋划，稳妥些救出。师兄，我是有秦国公主，理应为护国而战。师兄毕竟是渡仙门门人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你是不是又要说，我不想因此牵连门内，还请师兄勿要多劝？上回对峙孔宣的时候，我和你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忘干净了？你我既是同门，也为好友，我怎么可能看你陷入此地不管？可师兄，我虽在门内修行多年，但仍不忘我是有秦国的子民。今日，我不仅仅为我的亲人而战，更为我有秦国子民而战。前路凶险，敌人过于强大莫测，我自安于天命。但请师兄不要牵连在内，你我都改变不了今夜之事。若师兄执意相劝，那你我今后不做好友也罢。不管了，随他去吧。友情悬崖，你终于来了。你可知今日是谁灭了你们有秦国？是我！当你们俩害死人妻，我筹措多年，
就是为了今天，为了一个元清，不惜覆灭整个有清国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：袁家所谓的复国大业，根本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错误。你住口！剑。我可是天仙境初期，你一个真仙境巅峰，怎么可能？真是话都不听我讲完，今天就照你一次，暂时将我的力量借给你，以后打500年功来还吧。嘿，乘风破浪，嘿。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？师兄，帮我！我在。不想死的，自封修为，原地打坐，你除外。炎符阵，遮天蔽月。道威仙宗的人没拦住，祖先们来援了，快撤！
面甲女既已殒命，她一族后续之事，你想如何解决？他与元清意图反叛，死有余辜。但追究其族人，只会令他们徒增恨意。有情国已是如今模样，又何必继续下去？悬崖，本师叔来救。啊？怎么打完了？救救师叔，掌门。玄雅，我理解你担忧亲人，但你一个人来有情国太危险了，往后行事还是要多加思虑。掌门，好了好了，玄雅不哭啦。燃灯副教主，就是他们渡仙门，弃我阐教道威仙宗。阐教副教主燃灯竟然亲自现身。难道道威仙宗进攻有情国，也是燃灯授意的？有情国之战的背后，莫非是人禅两教之争？明明是你们道威仙宗一言不合就开打，还赖到我渡仙门头上来了。小九，莫要冲动。燃灯副教主，渡仙门与贵教道威仙宗之间必有误会，还请副教主。贵门后辈性情暴躁，既有误会，不如进我这灵鹫灯中静坐调息一番，还望贵门勿怪。这燃灯是非要和有情国过不去了。副教主的乾坤尺果真厉害，竟能引动天地间乾坤之力。有情国不过一众凡夫俗子，今日必要将他们彻底斩杀。天字之人，震烁乾坤。玄都小法师在这时候跳出来，莫非也是为了玉帝转世身而来？如果是因人禅两教之争，燃灯不必非要将有情国之人赶尽杀绝。但若他是冲着玉帝转世身而来的，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妖庭与天庭之争，才是这场战斗的关键所在。有情国主身负业障，我作为阐教副教主，自当遵从阐教教义。小法师，莫要为难我。这好说，贫道现下便立刻将有情国主击毙，全当送副教主一个人情。师兄，放心，他不会答应的。既能保住有情国的无辜子民，又不违阐教教义，如何？啊！杀他有什么用？满身业障的有情国主，怎可能是玉帝转世身？好小子，在这儿给我下套！哎呀，小法师心怀苍生大义，实在令我动容呢。实不相瞒，我也存了惜才之心，有意将有情国子民带回我教悉心教导。悉心教导，我看是一网打尽吧。这燃灯
宁可错杀100，不放过1个，好歹毒！孔宣道友，晚辈有难，还请出手相救。这就来。道兄留步！道兄留步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师兄？莫非是我认错了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位仙子，是我赵公明眼拙。你哪只眼睛看我是仙子？啊？那你到底是凶还是仙子啊？难道既非凶又非仙子？本宫竟然有这种族权！找死！燃灯的乾坤尺，不愧是能在封神大劫里击退赵公明之物。如今的我根本不是对手。轩哥，轩姐，轩哥姐，快来救救孩子吧！本座在此，谁人敢伤玄都小法师？孔宣道友，孔雀道友，我要给自己招惹因果灾祸，免得贫道出手伤了你。因果灾祸，出手伤我？哼，就凭你！孔宣这是天脸开大呀！巫妖大战时期，人族被巫妖两族杀至百不存一。那时，人族尚未获得修行之力，为躲避天上的妖族、地上的巫族，不得不躲入地下生活。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，妖庭得天道护佑，人族反抗妖庭，就是在反抗天道。他们是人，他们都是自上古活下来的人族精锐。当年燧仁兄麾下破开妖族周天大阵，将妖庭打落的最强之军。燧仁兄为了获得与巫妖抗衡的力量，堕入魔道，10万将士追随他一同入魔，10万魔兵鏖战巫族，诛灭妖庭。水神今日究竟为何而来？闪灯，区一个灵官将罢了。远古时提着一盏棺材灯，四处骗吃骗喝，如今倒是摆起了阐教副教主的架子。红雀妖休得嚣张，贫道今日必收了你！这破尺果然废物。是吧？池中环宇，两外乾坤。
杀！一把破纸，还想伤到本座？孔雀妖，你这是打定主意要投靠人教，不惜与我阐教为敌。阐教好大的威风！云霄仙子，共鸣前辈，连截教也被惊动了。此前是我失言，望孔玄道友见谅。仗着仙人神通，欺凌凡人，若非有孔宣道友和小法师道友护持，乾坤池怕是早已让有情国灰飞烟灭。有情国气数已尽，我阐教顺天而行，诛灭此国。截教前来，所图为何？天命不佑，自有我截教为万灵截取一线生机。你们这是要反天！燃灯副教主，可还记得天道因何而生？远古龙凤麒麟大战时，三族震碎洪荒，盘古残存在世间的意志，为守护洪荒天地，化作天道，约束众生。可见，守护之道才是真正的天道。既如此，燃灯副教主该与我们一同护佑有情国才是，何必倒行逆施？你，如今已非远古，若天道危害到生灵，吾辈自当反之。众生须受约束，为何天道便不可约束了？约束天道，有意思。说得好，有情国之事，我截教管定了。阐教已公然与人教打对台，若是执意与截教为敌，在道门三教里同时得罪两教，只怕会背上分裂道门的罪名。这个罪责，燃灯担得起吗？截教今日所言，贫道记下了。待贫道禀明元始天尊，阐教自会来找截教讨个说法。这3个关于天道的问题，既点明了修道之人理应守护苍生的真谛，也驳斥了阐教副教主仗势欺人的虚伪。云霄仙子当真厉害。未来封神大劫开启，阐截两教闹翻，燃灯还会用这把乾坤尺偷袭赵公明，绝不能让乾坤尺回到燃灯手里，可又不能因此加剧人教与阐教的矛盾。孔宣道友莫要恼怒，我代燃灯副教主跟你赔个不是，道友万万不可抢走他的乾坤尺啊！本座虽然可以，但没必要。行吧，看在玄都的面子上，再帮你一回。燃灯副教主莫怕，道门一家亲，我来护你。这么好玩的事儿，怎能少了我赵公明？哎呀，孔宣道友的极速神通当真惊人，赶不上啊，赶不上！燃灯副教主，你何故伤我？你们几个，够了！
原来我们和真正高手的差距，根本不在修为。难道我们是差在法宝不够好吗？不，我说的是谋算之道，以及对脸面的割舍。这主要是靠天赋，修行是修行不来的。如小法师与公明前辈这般，才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啊！怎么，小法师是觉得本座拿不得乾坤池吗？孔宣道友不能如此想。今日是冉登副教主对你出手在先，你也是不甘受辱，愤而还击。副教主乃洪荒民宿，他定不会介意用乾坤池向你赔罪的。谁说？若他计较，就是故意损阐教威名，毁道门清誉。还是小法师明理。这乾坤池送你了。幸得道友信任，我今日便做个合适之人。冉登副教主与孔宣道友之间的恩怨就此了断，如何？怎么回事？天道的力量在剧烈收束。我体内的法力好像不见了，这是天道之力所凝成的枷锁。仙人一旦被他锁死，就会法力尽失。天威发生了异动，那是天谴。师尊，天道似乎在警告我们。近来天机紊乱，1、2千年内大劫必至。你与公明需做好准备。阐教圣人，原是天尊亲自出手了。劫运有变，归山。连圣人都避之不及，天道到底想做什么？任你机关算尽，有秦国终究在劫难逃。有秦国不过是凡俗一个小国，怎会令天道如此震怒？这个国家非亡不可吗？天命所至，必有深意。无论圣人还是天庭，都不可干涉，否则就是与天道为敌，这可是天谴呐！圣人不能违抗天道的剧本，所以让我去吗？请不来天兵，请不来圣人，我还能做什么？眼下只有最后那一线生机了。
天雷消失了。简迪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你还怀有身孕啊！简迪生气，他腹中的胎儿就是未来的商国始祖。气，这就是天雷避开简迪的原因。而一个要建立商部落的人，势必不能承袭有情国的国主之位，这也是天道要往有情国的原因。为了开启封神大劫，就要生伤；为了生伤，就可以毁灭一个无辜的国家，杀死无辜的人。这样的天道，还能够阻止他吗？人族魔兵踏破苍穹，唯一能与天道对抗的，就是与之截然相悖的魔道。踏破天穹之事，人族已做了一遍，不介意做第二遍。大战过后，10万魔兵只剩下3623人，他们的魂魄受魔气侵蚀，已经失去了一切情绪和感知，只知遵循燧人兄的战斗指令，护卫人族。那燧人前辈他，天道判定他魔气深重，已经成为天地的隐患，于是剥夺了本属于他的天庭地位，欲将他禁锢。燧人兄不得不退守火云洞，一面修复战体，一面镇守人族气运，制衡天道。大禹前辈，要如何才能约束天道的力量？燧人兄就是对天道的反约束。吾等在洞中修行燧人兄的星火大道，就是为与天斗。若天再对人族举起屠刀，吾等就在大地上一跃而起。人族魔兵，万年见了，燧人伤势如何？不劳挂心，燧人兄托我前来向您问问。人皇虽离开俗世，却容不得人族被随意欺凌。不对，若燧人前辈当真无恙，他定就亲自带着魔兵来了。这样下去，如果道祖执意出手，再加上道祖的6位圣人弟子，局面将对人皇分胜两人。
天庭水神拜见道祖，小神奉玉帝王母之命，辅佐龙吉殿下，暂代天庭诸事。今日见有情国国主逆天续命，国运将尽，特来为有情国之人寻一场机缘。机缘何在？小神见此女颇有慧根，想与她腹中胎儿一道天命，让她与她的后人带领有情国移民，再立新国，定会比现在的有情国更为昌盛。天道不是想生商吗？若将有情国改建为商国，岂不是能变相保下有情国的人，保住人族的利益？人荒们也就不会再与天道起冲突。你可愿结下3道仙契？契一：新国任何国主若违反天命，便魂飞魄散。契二：新国须遵天庭，遵祖遵礼。契三：国不可养修士，天庭自会与尔庇护，如何？简狄谨遵先人旨意，今日得仙契，护佑我有情国一脉。简狄愿将傅胎儿命名为契。商国始祖契，果然，一切都会按照天道之意进行。小神如此处置，不知是否合适？玄鸟孔宣将护兴国100年，尔等须以兴国图腾感其恩德。孔宣道友怎么了？道祖对他进行了修正。什么是修正？天道绝不允许任何事物违逆天命，一旦发现，就会让道祖进行修正，或动摇其意念，或将其一举抹杀。孔宣，带他们向东去。孔宣领旨。所以，是天道让道祖篡改了他们的思维，哪怕是有情国自愿生商也不够，必须得有玄鸟生商。天道就容不得封神大劫的剧本出现丝毫偏差吗？众将听令，收兵回火云洞。长庚，我曾问过你人与天争之事，争有成败，成则改天换地，败则沦为天道掌控洪荒的棋子。如今你应当明白了，人族所面对的是怎样强大的对手，无志不改，此战无休。人族若想强逆天意，除非拥有盘古那样超脱天道的力量，不然终究会被天道所禁锢。可即便是如今洪荒最强的道祖，也必须遵循天道意志行事。只靠力量，真的能胜天吗？长寿师兄，我与父母终会有再见之日，对吗？一定。未来封神大劫开启，商国百姓必会卷入无端战火。我要想助人族避开劫难，往后势必要与天道博弈。我为棋子，亦可为执棋者。
弟子修行至今，是否改变了什么？是。弟子如今是否在做某些判断时，已被天道影响？无需自疑，道有其中。也就是说，天道对生灵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。谢圣人点拨，弟子心安了。天庭重中之重，请记。什么叫重中之重？难道哪怕牺牲道门的实力，去快速填充天庭、完善天道，也在所不惜？师尊说，今日之后道门将有大劫，只是天机紊乱，师尊也无法窥到大劫的真相。从古至今，劫难来去，早已习惯了。小法师还未经历过大劫吧？一定要小心。大劫来临时，谁都不知道心底泛起的念头是否就是天道作祟，要拉自己入劫。天道为何要降下大劫？天地间的灵气是有限的，随着越来越多生灵开始修行，将灵气化作自身法力，天地灵气濒临枯竭，于是天道降下大劫，强制让生灵将灵气归还给天地。似人族这般，不用灵气修行也可生存，修行也可成为高手，护卫天地的种族，倒是很符合天道的利益需求。人与天均衡发展的办法，或许就在这里。小法师道友，燃灯副教主虽已离开，却不知是否会在暗处设下埋伏，可用我送你回天庭。啊！哦！你们这小子当着我的面挖水神老弟墙角，胆子也太大了，这可不地道啊！水神老弟，你可长点心吧！唉，怎么了？今日之天劫，让我想到了此前的天罚。我怕是得到了天道老爷的关爱。渡劫遭天罚，炼纸人遭天罚，如今又遇天谴，逼得我是皮开肉绽，但只能感恩感念。可见道友的实力大有增益，才引来天道的关注，当为你贺喜。道友一向思虑周全，却也太过耗费心神，偶尔也该放松些才好。仙子也知，我修行岁月不长，到今也并未达到那般高深。我怕，若有天自己推断之事发生，却又无力阻止，只能时刻去想去算。你最长的一次想，持续了多久？17年。是为了何事要想这般久？道门。若是道门之事，我亦是道门中人。如果道友不介意，日后我可与你一同想。多谢仙子送我这一程。那我这便回三仙岛修行了。我们每500年见一面，可吗？仙子，那个，我们此次会面是事出有因，可否不算在500年的计数内？自然。公明前辈，这是作何？水神老弟，你不知道，人家有个小法师又和你抢我大妹，再不抓紧时间找你们天庭的月老帮忙，你可就没戏了。大劫都快到了，现在是在意这个的时候吗？我该怎么跟你解释？那个小法师就是我呀！那。
月老掌管姻缘，每日都与姻缘打交道。这洪荒天地之中，想必没有人比你更懂姻缘之事了。略懂，略懂。他懂啥？他就是被玉帝放在这里看管相思树的，一个几万岁的纯阳天仙，他能懂啥？月老，事情是这样的。让你听我说，我明白了。云霄仙子想和水神做知己，水神想和云霄仙子做道侣。没错。可云霄仙子这般的先天生灵，在相思树上并无牧人，小神牵不了她的红线，只能另寻他法。不如让水神给云霄仙子写封信，暗表心意呢。信？可是那种看起来很好懂，实际上看不懂的信。莫非公明前辈收到过这样的信？金光师妹给我写过。哦，看来是金光前辈想和公明前辈做道侣，公明前辈把他当知己了。金光圣母在封神大劫的故事中，死后上封神榜，成为天庭的殿母。在生商这个节骨眼上，未来的殿母突然苦练未来的财神爷，是姻缘到了，还是又一个天道剧本？这已是金光师妹最近送来的第3封信了。莫非道友对金光道友无意？我素来将金光师妹当作同门看待，别无他意。可是我每想开口拒绝，她都用那种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我。狠绝的话，我根本说不出口。公明前辈，你何不也写信给他？好主意，以后你别老叫我什么公明前辈，叫我公明老哥就成了啊！好，公明老哥。金光前辈，这封信确实是我提议让公明老哥写的，他对你之事颇为烦恼。是我不该纠缠他。不，金光师叔，依我看，公明师叔写此信未必就是拒绝的意思。火灵师侄，火灵圣母，多宝道人之徒，结交3代弟子的翘楚。封神大劫中为报徒弟之仇，与西周经对阵，是引动产劫对峙的关键人物。说来结教女仙，怎么都爱自称圣母？这不是和圣母女娲撞名了？叫圣娘多不实啊！师叔，您从第4行开始，将这书信每逢双行的首字连起来一读，便知其意。这封信拒绝的够明显了吧？还有什么可看的？今昧莫及，无心久矣。这也太妙了！他还会写藏头诗，是太牵强了吧？若真是藏头诗，为什么我从第1行就开始藏头？金光再傻也不会信的吧？原是我误解了公明师兄的心意。公明，刚才多谢水神，金光师叔苦情久矣，我实不忍看他黯然神伤。听闻您才智过人，这才将他哄来您这儿，还请您出手相助，一因因果，我愿承担。
金光前辈竟有你这般挚友，也罢，我可以帮你。小地藏，你外出历练可算是回来了。那玄都小法师，关键时刻跳出来坏我好事，实在可恨。快让你那谛听施展神通，我必要将他找出来。早已试过了，连谛听也无可奈何。这么没用，不如早点遁了。今日到门内，似有情感纠葛，或有可成之机。小地藏，你有把握吗？哎，听说了没？火灵师姐已经搬去了公明师叔的龙福洞，二人已经……火灵？谁说的？是阐教的黄龙师叔。就是你传的我和火灵师侄在一起了。这简直是危言耸听！我说了，我没说，我就是没说。你们这叫怎么诬赖人呢？一会儿说你说了，一会儿说你没说，恶人露馅了吧？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大师兄，快来呀！截教七伏龙了！哼，谁还不会摇人了？截教弟子听令，速来中州集合！黄龙师弟四处造谣，败坏我徒儿火灵的名声，你阐教这究竟是何意？三教同源同流，你辱骂黄龙师弟，可曾念过道门一家？我遭了算计。为何？阐截两教这般情形，不是我们想见到的吗？我要的是徐徐图之。待两教间隙积累的足够多，最后终会崩塌。但今日两教的情状，已远远超出我的设想。幕后设局之人，不但看穿了我的计谋，更用以反制于我。这多宝和广成子演的倒是怪好的嘞。西坊教今日事情闹得那么大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要如何收场。哎呦，玄都大法师终于登场了。玄都师兄。早前闻你两教谣言之事，我便请天庭出面引动天道之力，凝出一面正德碑，可追溯一世之源。二师尊。12品功德金莲，是西坊教在替此人遮掩。截教众仙听令，阐教众仙听令，随我逼上灵山！好生凶险，此局真是环环相扣。小地藏虽及时返回求援二教主，
躲过正德碑之计，但这逼上灵山的算计根本避无可避，怎么办？西方教能主事的，给贫道出来！来得好快，难不成今日便是我的死劫？主人，估计你这次没救了，记得给我找个好下家。二师尊，不知我在您心中，是否如一枚可以随时被舍弃的棋子？诸位道友，如此兴师动众，不知有何指教？西方教造谣生事，毁我图清誉。玄都师兄已用正德碑推演，凶手正在你们灵山之中。道友莫急，西方教定给你们个交代。你们之中谁做了此事？此事是我做的。弟子谢过二师尊。主人，你们教实在太不把生灵当生灵看，竟用摄魂之法操控自家弟子。慎言。听闻你四处碰瓷我教弟子，我一时气不过，就想到了这挑拨道门的计策。果然找了个弟子背锅。若我所料不错，你们上灵山后，西方教定会随便找个弟子背锅。不如……是吗？你照着这法轴所写念一遍，立下天道誓言，我便信你。天道誓言容不得半分谎言，倘若这弟子当真念了，便立时会露出破绽。用天道誓言令西方教陷入两难，水山老弟，妙啊！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念！还是说你不敢念？此事不过是场私怨，道门三圣与西法二圣皆师从道祖，何必闹得如此僵硬？西方教真是厉害，我们讲道理，你们就说面皮；我们说面皮，你们又开始讲感情。可这无论怎么说，都是我道门恃强凌弱呗。既如此，我等便认了。今日过来就是捏你们这些软柿子，不服就打，服就憋着。哦，他就是太乙真人，真阴阳怪气大师，一开口就能气死人。也不知未来哪吒是怎么忍受这个师傅的。那是……缘起缘落，自有缘法，既有前因，自生后果。即日起，灵山封山1000年，若无贫道之命，众弟子不可随意外出。这准体当众灭口，太不要脸了！公明老哥，我们的目的已达到，今后西方教不敢再随意算计道门，当适可而止。今日因果已了，我等就此告退。哎，今日之事当真痛快！此行不但顺利瓦解了西方教的阴谋，还
还拉近了产劫两教之间的关系。但愿未来大劫中，两教别再斗个你死我活了。太极图，是太清圣人在为此人遮掩。你在明，他在暗。是故你败，他胜。自今日起，你在此地禁足思过。若无我令，勿多出手。谨遵二师尊法旨。主人，你知道幕后主使是谁了？拥有如此过人的智计，能躲过你的心生探查，背后又有太清圣人替他遮掩。放眼整个洪荒，除了水神，还能有谁？主人，你在害怕？我没有。若此次当真是他所谋划，那我也不算败得太冤。算计不过就算计不过，你何必嘴硬？急了，心境乱了，全是破绽。水神，下一次交锋可没有那么简单了。我闭关数月，近日才听闻火灵失职与我大哥那谣言之事。幸好你暗中筹谋，揪出凶手，否则以大哥的性子，只恐此事不能善了。只是略施小计，仙子过誉了。产劫关系虽略有缓和，但产劫相争的未来究竟能否被改变？两教相争是必然之局，还是这结果只是天道想促成的？纷争平息，你怎么还如此心事重重？我在想，天道之下，生灵是否有选择的余地？是不是生在这天地间，就逃不开天道的掌控？倘若有一日，我如逆势而为，又当如何？大道无时，天眼四九，遁去其一。此一不为天道所掌控，便是变数。可谁能保证，在每件事中，自己都能成为突破天道界限的那个变数呢？你可还记得我结交的教义？为万灵截取一线生机。你性子中总喜欢稳妥，以至于对旁人都难以完全信任。但有时，这一线生机，并不会印在自己身上。师尊常教导我们，互帮互助，有难同度。能用重力，则无敌于天下；能用重智，则无畏于圣人。我懂了。跟前辈高人谈心，对修行当真大有裨益。现在又知我是前辈了。我之所求，将来必与天道大事相依，必要做好万全准备。好你个黑豹，南墙大爷的宝贝！大劫将近的节骨眼儿，太清圣人突然让我去关注一只黑皮豹，奇怪，这豹子看着修为也不高。拿命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离火为引，赤焰化蛇。去！多谢前辈搭救。等等，莫非是姜子牙的同门师弟，元始天尊之徒，申公豹？前辈您对我恩同在造，您定会一生平安。这只大妖不过天仙境，竟然没死，而我竟没察觉到他的偷袭，就像神识被蒙蔽了一般。什么情况？前辈，您没事吧？前辈为什么？这申公豹在大劫中可谓是殚精竭虑，煞费苦心，反复横跳。太清圣人让我结识这位劫运之子，看来对大劫也有自己的打算。前辈，您别误会，我绝对没有存坏心，我就是非常真诚的祝您一生顺遂，一帆风顺，一往无前。前辈，你还好吧？申公豹这嘴是开了光了吧？不过，倒是可以利用利用。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我只是觉得你这只妖颇为有趣。妖庭大兴在即，正需要你这样的良才。您是妖庭的人，我留些丹药给你，你且在此地好生养伤，往后自会有你发光发热之处。前辈可否留一名号？贫道本自清修客，少问世事驾闲鹤，你就称我陆压便是。妖庭，陆压，莫非您是？啊！太子，您的恩情，晚辈永世不忘。晚辈为太子立了一个长生牌位，从今以后每日上香。气息怎么突然走差了？愿您能万事顺遂，妖庭还要靠您振兴呢。大阵怎会无缘无故破碎？我既没亏气运，也没欠功德，这绝非巧合。究竟是谁要害我？我当然不指望申公豹真能奶死陆压，不过倒是刚好借此试探一波天道。自玄鸟升商以来，我一直很好奇，天道的剧本，我究竟可以改动多少？彼时天道本欲将除检地之外的所有有经过皇室成员全部杀死。经我斡旋之后，这些人得以保全。但同时，天道为遵循玄鸟升商剧本，又对孔宣进行了修正。天道剧本之下，究竟哪些事情是可以改动的，哪些事情又是不能改动的？为何有秦国皇室可以保全，孔宣却要被修正？在改动天道剧本与遵循天道剧本之间，必定存在偏差率。
如果能推导出这个偏差率的精确数值，我就有了更多的可操作空间，尽可能的救下更多的人。而陆压，这个封神大劫期间的截教头号死敌，将是我计算偏差率的第一只小白鼠。还请告诉孩儿，孩儿到底又做错了什么？天要如此亡我！多少年过去了，金乌宫已是如今的断壁残垣，兄弟姐妹们只剩下了我一个。出自唐古稀。漫天游，归于于渊兮，欲甘渊。唉，圣母娘娘传水神前往圣母宫一叙。让黑豹对陆压行诅咒之事，可是你的算计？陆压多番谋害玉帝陛下，已成天庭心腹大患，小生不得已才暗中出手。我答应过他母亲羲和，要保他性命。今后若他无大过，你不可随意出手。另外，你若不想和你那个同乡一样，也成为天道禁忌，便不要再试探天道的底线。浪前辈，圣母，我那位同乡，你只需知道他已彻底死了。天道已修正了他的存在，无也不可多提。浪前辈死了，那我之前的猜测有误。太清圣人和道祖红军都不可能是浪前辈了。今日召你来，吾还有些事要叮嘱你。三教中，元始师兄心思太深，通天师兄桀骜不羁，唯有太清师兄早早看破盛极而衰之。7年巫妖大战之时，6圣之中，唯有太清师兄暗中出手，助玄都对战东皇太一。后妖庭没落，天庭兴立，太清师兄更是以化身坐镇天庭。原来太清圣人曾出手助玄都大法师击败东皇太一。等等，大德后土是不是也说过？这是人教对我的许诺，如今七情脱离封印，一切正到了应验之时。人教的许诺，莫非也与太清圣人有关？他竟暗中做了那么多，看来我此前猜测的没错。太清圣人也不愿意看到道门内战，他的计划与我在大劫中捞人的计划并不冲突。多谢圣母指点。来都来了，画几个漫画再走吧。显然陆压还不能提前死，但要计算天道偏差率，样本数据还不够多，尚需10日。眼下，先从试探公明老哥入手。
多谢水神老弟带我来天庭逛一遭。公明老哥，近日听闻有大劫将至，你有何打算？你有应对之策？你看这天庭如何？灵气充沛，大道有宗，可谓是修行圣地。可惜一言一行都有天道监管，颇不爽利。天道至公无私，监管又有何妨？我不慕天庭之功德，不愿被天庭所辖管，更不愿有什么君臣之道。修道为何？先长生，后逍遥，寻的是无拘无束，为的是念头无阻，不然何以求得超脱？果然，通过让公明前辈加入天庭躲避封神大劫的法子不好使啊！云霄仙子，公明老哥，我究竟怎样才能救下你们？太子旧伤未愈，似又添了新伤，此乃12品功德金莲所结，能助太子早日痊愈。想与我联手对抗天庭和道门，仅凭一颗莲子可不够。联手？我要的是妖族听命于我，令行禁止，不可违抗。妖帝印玺，此物怎会在你手中？两位妖皇陨落后，妖帝印玺随之隐没魂荒，贫道费了好些功夫才寻到。太子若能让妖族听命于我，无论最后成或不成，此物送归太子，如何？我活着回来啦！还未验明正身，就这般毫无提防靠近吗？若站在这儿的师兄都不是师兄，我再小心谨慎，怕也活不了。下山一趟，果然成长不少，心境也非往日。有些事要正式跟你谈一下。啊？正式？啊？玄都小法师，天庭水神，师兄你竟有这么多身份，切记保密。另外，我在外行走，遇见了一位很特别的人。你可听说过云霄仙子？截教云霄，先天生灵，天地大能。师兄，你和云霄仙子，你为什么？明明是我先。此事解释起来十分复杂，你可以理解为，云霄仙子与我因某些事有了交集，后来又经历了一些事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近了一步。师兄，你一下说这么多，让我怎么信呢？我目前对云霄仙子只是略有好感，毕竟像她这般温柔动人、遇事果决、出手很准的人，谁会不喜欢呢？先天生灵，圣人弟子，天地大能，美丽动人，温柔贤惠，明显不是对手啊！而你与师父是我最信任之人，你是否愿意站出来帮师兄处理一些事务？啊？我愿意。师兄，我会做好力所能及之事，成为你的助力。哼，我才没那么容易放弃。哦，灵娥，你何时回来的？有没有受伤？师父。青丘狐族又来找茬儿。小兰见过奇缘道长。这声音，这眼神，不太对劲。
继掌门，我族功德虎女小兰与你渡仙门这位奇缘道长，结成道侣。如何？你摆平什么了？若非你那什么寂寞的歪理，狐妖怎会？对师傅芳心暗许。弟子对症下药，是他想多了。且狐妖此举定然有诈，我已将其引到僻静之地，我可趁机一探。道长一刻也不想见我吗？自上次一别，奴家每次闭眼，脑中便是你。年复一年，奴家对你早已情根深重。他好像真被师兄忽悠疯了。你真逆徒，老道我！既然如此，师父不如以真心换真心。师兄，你真相信狐妖看上师傅了？非也，此乃狐妖之套路，先忽悠仇敌爱上自己，再翻脸羞辱，以此来报复。蓝道友，可武完了？师傅，鼻子，鼻子。没眼看了，没眼看。狐妖路子这么野，师傅能稳住吗？或许能撑3个时辰。道长，我来帮你疗伤。使不得。道长若对我无意，为何不敢正面看我一眼？蓝道友自重，贫道思来想去，有些话还是想跟你说个清楚。师兄，你假扮师傅的事要被抖出来了。师傅待人诚恳，又岂会再做欺瞒？道长请说。美色当前，臭老头要原形毕露了。道友其实一直认错了人。什么？果然说出来会痛快许多。道长此话何意？与蓝道友相交的是一位高人，他不想被人所知，故用贫道样貌走动。当然，这也是贫道允许过的，只是不曾想。道长何苦骗我？外貌可相似，但道心、性情却难做到完全一样。虚假终归是虚假，蓝道友着了相。这么说，我一直恨错了人。恨？狐妖心态崩了，师傅却毫不知情，怕是要吃亏。不然你以为呢？还以为蓝道友生了心魔，原来是在骗我。你不是应该一副受到欺骗、愤怒、怨恨、尴尬的表情吗？怎会如此？而且，我生了心魔，不是与你更有利吗？蓝道友困于执念，贫道有不可推卸之责。若你再因此诱发心魔，贫道良心难安。替你样貌之人是谁？事关高人安危，贫道宁死也不会说。蓝道友心中不忿，不若在贫道身上出几口恶气。你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既然不是你，我打你做甚？真诚克腹黑，果然是万年不变的定力。出来吧。师父当真令徒儿钦佩，美色当前，竟能如此坦荡。长寿，你随为师走走吧。师兄保重。
若最初便与蓝道友说明白，或许就能省去多年怨怼。长寿，如今你手中权柄越来越重，能在无意间决定旁人的生死命途，那是否也因此少了一份对旁人的敬重？为师已教不了你修行，道理也不如你懂得多。为师知你心底有一份正直所在，只是习惯了稳妥。但因果轮回，一饮一啄，若忽略这般因果，怕是会为你前路埋下隐患。师父，弟子……这算是蓝道友之事对你的惩戒。以后你也是天庭1号大人物，为师也不能随意教训你喽。敬重之心，因果轮回。尊师所言，有些在理，有些却忽略了你的处境。你发自微弱，又过早参与大教之争。若不遮掩形貌活动，早就生死道相。处置狐妖时，于你而言，本就是两难。仙子可是在为我鸣不平？我处置方式确实粗糙，此番训斥理所应当。只是师父一生情路坎坷，心中执念是与故人重聚。可我并非他，很难做到感同身受。正因如此，才不能把话闷在心里。今后若再有困苦，亦可同我言说。大姐如今可有动心？何谓动心？就是心底总有个念想，时时刻刻都会想起一个人，连大道之中也可见此人踪影。眼下，这般念想是不是劫运作祟，我难以决断，还需闭关思索。水神，奇缘道友出事了。孽缘线。水神大人，您定要相信小神。奇缘道友乃是您的至交好友，小神怎敢给他随意安排姻缘？更何况还是这种命运纠缠、不死不休的孽缘线。是天道，这和大姐有没有关系？狐妖是占据妲己肉身的九尾狐吗？虚假终归是虚假，外有慧而心无恙，亦可修得无上果。你若不想和你那个同乡一样，也成为天道禁忌，便不要再试探天道的底线。162座海神教势力范围的城池遭到妖族袭击，
长寿，长寿，逍遥仙宗发来求救信，说遭到数万妖兵围攻，其中有不少大罗之境的高手。即便贫道带人赶去，恐怕也是力有未逮。你看这可如何是好？掌门，渡仙门外也有一批妖兵，数量不下10万之众。太子若能让妖族听命于我，无论最后成或不成，此物送归太子，如何？殿下，先帝便是以此印玺，号令百族。若你拿回此物，必能得到北周那批高手的支持，他们都曾追随先帝，实力不亚于当初的10大妖帅。妖帝印玺乃妖庭至宝，自当归于妖庭。可我如何确定事后一定会物归原主？贫道可立天道誓言。怎么，你们西坊教也开始学道门，用天道誓言自证了？方法而已，能达成目的即可。主人，你拿妖帝印玺去赌，小心血本无归。这一次我有17层算计，看水神如何应我。